超马，也就是超级马拉松，是一个挑战身心极限的运动。我们一般常听到的马拉松是要跑42.195公里，任何超过42.195公里的比赛，我们就称它为超马。有50K 的、75K 等等，上至100K 或是更长的都有。而我一个连全马都没有跑过的人，这次将要直接上场跑一场100公里的超马赛事，还是办在炎热的南国垦丁。而且不只是跑马路，而是总爬升超过4000米，有溪床、草原、原始山径等复杂地形的越野超马，同时也是台湾第一场的 UTMB 系列赛事。但等一下，什么是 UTMB 赛事呢？ UTMB 是环白朗峰超级越野耐力赛，被誉为越野跑的奥运会，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越野赛事之一，也是多数越野跑者心中朝圣的梦想之地。每年8月最后一周会在欧洲举行，以法国夏慕尼为中心，赛道横跨法国、意大利、瑞士3国。赛道的路线就跟我们登山健行的人会去欧洲走的 TMB 环白朗峰健行的路线大致重合。简单理解 ，TMB 就是环白朗峰健行路线，而 UTMB 就是环白朗峰的超马越野赛。那想要参加 UTMB 总决赛，站上夏慕尼的起跑线，通常需要具备2个条件，一个是 UTMB Index， 就是由参加 UTMB 认证的赛事而获得的表现分数；另一个则是跑时，也就是 Running Stones， 这必须参加 UTMB 官方的世界系列赛，并且要完赛之后才能取得。依照不同的比赛和组别，会拿到不同的跑时，而跑时就是拿来抽 UTMB 总决赛的参赛资格。跑时越多，中签的几率就越高。UTMB 系列赛有很多，亚洲的话像香港、中国、日本、泰国等等都有。而这次的垦丁 X Trail 则是台湾史上第一场 UTMB 官方系列赛，不用出国就能参加。对我这个没什么经验的人来说，成本相对比较低。我参加的100公里组别，完赛的话可以拿到3颗跑时，当做 UTMB 的初体验是还不错的。至于为什么要只上100公里，我是想说都报了就直接攻顶吧。但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做就直接来跑。其实从报名到比赛的3个月，我做了蛮多的准备。之前的单攻雄野古道也是在试水温，我知道自己有办法跑完这个100公里的超马比赛。至于赛前我具体做了哪些准备，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好啦，介绍了这么多，就直接来到比赛前一天的垦丁吧。到会场之后，基本上就是先报到、领物资，逛了一下摊位，现场挺热闹的。我参加过的比赛不多，对我来说这是算很大型的赛事了。整理完东西之后，就要来去装备检查。越野赛通常为了安全考量，比赛规章都会有一些强制装备要带，比如说头灯、雨衣、急救毯等等。越高组别的强制装备会越多，如果检查不过，是会丧失参赛资格的。检查完装备之后，就回民宿休息啦。比赛会场是在垦丁大街附近的青年活动中心，我是住在船帆石这边的民宿，房间超大，露台看出去就正对着船帆石。比赛前后住这边我觉得超级棒，我们订4人房，平均1晚3700含早餐，非常划算。刚刚大概整理了一下，就是这次跑100K 带的所有东西啦。这次带的鞋子是2双，都是 Ultra 的 Olympus 275，这双是旧的，它这个是新的，2双是一样。那会带2双是想说中间在 CP6 就是50几公里的时候，可以有一双就是新的干净的鞋子可以换，那也有可能不换，那反正就备着一双。这些大部分都是强制装备啦，就是比赛有规定说你需要带哪些东西。如果你抽检，就是你被检查到就是少带什么东西，那你可能会丧失比赛资格之类的。像雨衣啊、越野背心，我带的是所罗门的12公升的，然后还有这个是装登山杖的一个登山杖带，就是放在背后的。然后当然号码布、手环、手表，这次带的是 Coros 的 Apex 4，这个是 Coros 的心率带，就是2支500ml 软水壶、杯子。比赛规定就是你要自己带餐具，然后不能带就是免洗的东西，所以带了一个这个环保杯。那这个是肌肉放松的一个像药膏之类的东西啦。比赛可能后半段就是比较疲劳的时候抹在就是腿部肌肉上面这样。这是一个台湾的品牌做的果胶啦，这个是 Nike 的 UT27，这颗头灯还不错。急救毯这个也是强制装备，手震哨是一个哨子，然后头灯的备用电池、行动电源装在这里面。这边也是一些补给的东西，就是有电解质啊，然后就是补充了胶囊什么的。大会给的一个 GPS 追踪器，这个是晶片感应的，然后这个是不知道干嘛，随便放的。OK， 越野跑治百病有吗？好，那这边全部就是我这次跑100K 会带的所有东西。那接下来就是好好休息，隔天一大早5点前到会场准备比赛啦。隔天一早天还没亮，会场就已经人声鼎沸，100公里的参赛者有350个人左右，超级热闹。当下其实是有点紧张，又有点亢奋，毕竟是第一次跑这种比赛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赛一出发，大概有接近10公里的柏油路，有很大一部分是爬坡。我清楚的知道这种比赛一开始跑快没有用，毕竟总共有100公里，要跑10几个小时。所以就算是刚出发的这种平坦路段，我也都只用6分多7分的配速在慢跑，上坡直接用走的。但整体的心率还是异常的高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这让我一开赛就非常焦虑。遇到观众朋友，要跑100公里，天啊！没有，敢报名就是勇气。报名就是勇气。在到第一个补站之前，会跟50K 组别的选手会合，这时候整个节奏会被打乱，因为周遭人真的太多了，而且50K 的配速又会比100K 来得更快。这时候如果被带节奏，那后面就完蛋。跑者请左转进入 CP。太多人了吧？ CP1 我只有装个水就闪了，因为人真的太多了，100K 跟50K 的挤在一起，怕出去的时候也被卡到，所以就没有多待了。过 CP1 之后，才正式开始有越野的路段，会从土路跑进溪床。听说很多选手在这种充满石头的溪床路段扭到脚，算是 X Trail 的特色之一。不要弃赛啊！希望不要弃赛。我觉得我会被你害到，然后跌倒狗吃。看路，好羡慕哦！下午就回去了。对啊，到这边已经跑了2个半小时了，我的心率还是异常的高。明明强度没有抓很高，但是心率就是降不下来。我知道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，后面可能会出大问题。那一直到这边，其实前后的人都还很多。一来是比赛前段，前后差距还没有拉开；再来是会跟很多50K 的跑在一起。说真的，要不被影响，其实很难。巧遇猫女姐姐，网友见面会，今天遇到超多网友。今天山小白岛要几个人？小心！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晚一点接你回终点。好的。后悔了吗？现在还没后悔，晚一点可能就后悔了。现在多少？16了。到 CP2 这边可以看到我的名次还在往后掉了3位，因为我强迫自己再更慢下来。到了这边我一看时间，比我事先预计的还快了33分钟。我知道如果照这个速度跑下去，我可能还没有到中间就爆了。强迫自己再更慢下来，也刚好可以试着缓解心率太高的问题。连平路用走的都会到160，真的太不正常了。快做1、2、3、4高，不要那么高往前，加油！其实以地形来说 ，X Trail 的赛道难度并不算太高。大家都说这算是一条可跑性非常高的赛道，只要你实力够，确实是有办法一直跑的。但像我这种程度的，只要遇到上坡，还是只能乖乖用走的。真跑起来应该一下就爆了。X Trail 的赛道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地点在垦丁，虽然是在3月初，不过照往年的记录来看，气温都是非常高的，所以高温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在比赛前，其实我有稍微针对这个部分做热适应的训练，加上比赛前有下过雨，当天风也很大，所以整体没有我预期来的热，甚至到比完赛我都没有觉得热到不舒服的感觉，算是有做准备，加上老天赏脸吧。刚刚过100K 跟50K 的岔路，然后有不少50K 走错路，100K 跟50K 路线是刚刚在那边是分开的，然后有遇到2、3个就是50K 然后跑错又跑回头的，这个很伤跑错真的蛮伤的。你还有2公里，对，加油！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再上去？加油！过了 CP3 之后，会回到马路上，这边可以短暂的看一下海景，转换一下心情。那开赛到这边已经过了4个小时，其实我的高心率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缓解。以我过往的经验，当下那个运动强度来说，整体心率还是偏高的，不过也是只能且走且看了。其实，在比赛之前，我就有先来垦丁探路过，把赛道的前70几公里分2天跑过一遍，所以大致路线和地形都还算熟悉。在你掌握越多资讯的情况下，理论上整个比赛过程就会越顺利。到了 CP4，在我已经强迫自己降速的情况下，还是比我表定的时间快了大约42分钟。我原先是推估自己17个小时完赛，这是我自己设的高标，低标则是18个半小时。就是不要跨夜，在半夜12点前回到终点。这边就来到 X Trail 最经典的门马罗大草原，走在上面的体验蛮特别的，展望不错，稍微有点放松的感觉。
这里我想提一下前面这位日本选手，我在 CP1 就有注意到他的速度跟我差不多，一直都在我前后。到这边已经跑了5个多小时，我发现因为配速一致的关系，跟在他后面蛮有安心感，可以暂时不用思考配速的问题，让脑袋放空一下。配速和体力分配这个东西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，尤其是对长距离的比赛来说，刚开始快不一定就快。比赛很长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新手，那我真的强烈建议你一开始慢慢跑，越慢越好。这场比赛我看到太多选手前面跑太快，或是被50K 的带节奏，结果大概半程之后就开始掉速，后面跑得很吃力。慢没关系，稳稳的跑，继续看下去，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到这个时候，前后的人群已经慢慢散开，不像前面那样大家跑在一起。有的时候你的前后就只有1-2个人，有时候只有自己一个。一直跑到现在，才慢慢进入一个自己的 zone。我很习惯这样自己走了，速度不会被别人影响，心率也慢慢恢复正常，没有前面那么高了。在4K 左右到 CP5 差不多就半路了，一半了，在4K。到了 CP5，我居然一次推进了59个名次。这边我开始发现，我只是维持差不多的速度，但慢慢可以追过一些可能前面跑太快，到这边体能明显下滑的跑者。这时候差不多中午过后是最热的时候。这气温下跑步对身体的负荷是很大的，不过还好这天的风很强，稍微有中和掉高温。在后半程偶尔可以遇到一些认识的选手，一边闲聊一边共跑了一段路，在这种长距离的赛事中，也算是一种减轻压力的方法。100K， 大约在58公里处的 CP6。是唯一一个可以有队友支援的地方。Hello， 谢谢。我就在这边坐下来大休了快20分钟，吃了一点东西，然后把果胶补满。可是你家可以喝珍珠奶茶？有，我刚刚喝它，但我应该不会喝太多。哦。真奶，神队友。是可不可？是可不可啊？因为从横川市区过来，这是唯一一个可以有 Team Support 的补站啊，唯一一个。好累啊。蛮累的，修了应该有15分钟。好累，跑太远，大概不要跑，我现在累了。好了，那你就等下先回去啊，终点成功。好，画一个。让你抽抽。好，走了。拜拜。到这边比赛已经进入后半程，真的就是考验体能和心智的时候。在这种前后几乎都没有人的时候，我反而觉得比较自在，不会被其他人影响，只需要跟自己对话。这种时候我就会不断的盘算接下来的时间，拟定自己的步调，跟在爬山的时候差不多，就是平常在做的事情。最后40K， 妈，应该剩不到40吧，已经跑了9个半小时。这一段路我当初我来试跑的时候印象很深刻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指引，单靠地图其实走错岔路好几次。不过比赛当天指引倒是蛮清楚的，跟着走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豪哥，先跑，加油啊！其实到这边已经比我预计的时间快了将近1个小时左右。原先预计高标17个小时完赛，现在我甚至可以把目标放在 sub16， 也就是16个小时内完赛。身体虽然累，但是平路和下坡都还能维持慢慢跑。只要持续有在移动，不要崩掉，那就有机会达成 sub16。已经跑了10个半小时了，65K， 剩不到35，很累啊。我爬升剩几百而已啦，该爬的差不多都快爬完，但最后还有一些，
就是在你已经精疲力尽的时候，还有爬升。谢谢，加油加油！谢谢。到了 CP7，我的名次已经推到了128名，比开赛的时候足足前进了100多名。这更验证了一点：当其他人累到只能用走路的时候，你还能持续慢慢跑，那就能不断的超过人。但说是这样说，其实我这边已经没有很在意名次了，因为只要能这样顺顺跑完，我就已经在自己设定的目标内完赛，心满意足了。有20几公里啊！回到马路上了，哇，好累！应该在3公里到 CP8吧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天色暗了，头灯准备好了。等一下没有光线就开头灯了，要夜战啊！等一下应该要摸黑大概3个多小时吧，就会回到终点，比预计的快一点。这时候算一下时间，应该能在晚上9点多回去。原先预计的最低标是晚上12点前，感觉是不用摸那么久的黑，心情上还算是不错的。入夜之后已经看不到周边的风景，等着你的就只有全黑的赛道，还有那偶尔看到一次的反光布条。不过我们爬山的人应该都已经很习惯摸黑这件事了。可乐，冰可乐。谢谢。 OK， 加油！好，谢谢。那过了 CP1，也就是最后一个补给点之后，整个赛道变得更安静，附近几乎都没有人，就沉浸在自己的脚步声里。我原本以为就快结束了，看地图距离不远，但我真的小看了这一段路，要先走一段超级长的大上坡，回到社顶公园，接着再切一段不好走的山径下坡，回到终点。这时候已经连续跑步14个小时了，真的是蛮累的。脚底也因为前面几公里进了石头懒得清而起了水泡，非常的不舒服。偏偏这段路就是我先前来试跑的时候没有跑的，当时想说反正都天黑了，先知道路况应该也没有帮助。不过我错了 ，CP1 回到终点这一段路比我预期的还要难。不过我想这就是自我挑战的魅力所在，你的能耐在哪里，必须靠你自己的双脚去探索。最后我以15个小时46分回到终点，比我原先预计的17小时还快了1个多小时，而且整体状况还算不错。我知道身体和心理都还没有到达极限。以第一次跑这种长距离的比赛来说，我很满意自己的表现。我知道这3个多月的准备并没有白费。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我越级打怪，也有些人觉得我天赋异禀，什么经验都没有，第一次就能跑这个成绩。但我知道运动这回事真的只有累积，没有奇迹。跟爬山一样，事先做很多研究，包含路线、装备、训练、策略等等。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旅程，就像打电动破关一样。以前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能跑完100公里的超马，但这种自我挑战，我也蛮乐在其中的。那希望大家都能体悟到一件事，就是你比你想象的还更加强大。你下一个超马要跑哪一场？跑什么超马？神经病！